陪你探索美丽人生之旅。本节目由逸仙电商赞助播出，用大爱呵护小生命。本节目由红色小象品牌特别支持播出。我叫杨元草，江湖人称草姐，在传媒圈创业10多年，做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综艺节目，比如这些，你们一定都看过。去年我39岁，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宝宝，生产、哺乳、恢复、育儿，我的人生因为母亲的角色完全被重启了，所以我想拍一部有关生育的片子。生育，你大概想到的是这样，这样，或者是这样。其实我们一开始想拍这个片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当时在网上看到的那句话：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下不了蛋的鸡。What the hell？ 都什么时代了，还会有人这么想？我要代表所有女性坚决反对。因此，我给片子取名叫《奇妙的诞生》。我们应该先去哪里呢？宣教处是干什么？采卵的，坐进来的，一起听一下。那个身份证、结婚证拿出来。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第一次拍摄嘛，我们希望能够到这样的医院去寻找这些在真实的经历辅助生殖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你好，你好，你好，我能跟你聊两句吗？我以为我自己 totally in control。没关系，你戴着口罩，我们都戴着口罩了。我们在拍一个纪录片，你愿意跟我聊两句吗？好不容易，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开口，你知道吗？哎，第一天拍摄很怂。可以吗 ？OK， 那我就坐你后面好了，好吧？然后也发现了有男科这样的一个科室。什么叫无精症？就是没有精子。你这个概念上面还有一个区别，无精症和无精子症是有区别的。哦。那么我们没有精子，我们叫做无精子症，就是没有精子。明白了。无精症就是有的人可能是不射精，异性射精。它就是精液不排出来，双头精子、双尾精子、无尾精子，真的神奇的姿势增加了不少。我们一份精液当中有精子和精浆，就好比一个鱼塘，里面有水和鱼。那么精浆呢，就好比是水，鱼呢就好比是精子，对吧？打个比方，弱精，精子活动能力很差。那这个情况下，也许是精子本身的原因，就是也许是鱼本身的问题，也许是水不好。那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改善一下水质，也许鱼就活起来了。如果精浆是好的，水质也是好的，但是精子不好，有可能就是鱼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我那天在男科是我最放不开的一天，就感觉好像我替他们害羞。能给我一个那个取精盒吗？来，取完以后把那个一起
性的尿片，然后扔在他手里面啊，好吧？对。你是少拿2个出来的。这个下面的稍微有点沉淀的，这些个液体就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呢，这个还不能立马去使用，还必须得再洗一遍。所以用就是最简单的语言来解答的话，就是刚才那个液剂，相当于女性的这个阴道里面的这些液体。对。然后精子就在里头拼命的挣扎，对，胜利的小伙伴就可以最优秀的就上去了，就上去了。所以精子还是挺不容易的。这种就是光有尾巴，看到吧？这个头几乎看不见。所以这个就算一个不太好的。这个人呢，精子总的来说，在这一个视野里，我们看上去这个精子密度属于比较低的。OK。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啊，哇！密集恐惧症，这经过处理以后，这哥们儿也太牛了吧！全部的都是最好的。其实我们在策划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女性的角度去了解的，因为生育嘛，总是跟女人息息相关的，跟我们的子宫紧密相关的。但是当我们正式开始拍摄的时候，第一天我们就决定说 ，actually， 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男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精子和卵子结合是人类孕育新生命的第一步，但它成败的关键主要看精子。精子生来就是选秀啊，要竞争的是史上最残酷的选秀。单身都是一场秀秀，唯一的品味就是高贵的他呀。Hey boys, showtime！ 1万选手只有一个赢家，跑得够快才能见到心爱的他呀。同道里无数潜伏白细胞，时刻会杀死慢吞吞的傻瓜。卵子偏爱的他，要有椭圆脑袋，灵活尾巴呀，游得够快，脱颖而出，天选之子谁不爱？卵子是个胭脂孔，外挂裂枣全闪开。Baby, you got it。因为看到要下代，有的源头像个肥宅。精子进入卵子会产生大量的酶，酶来激活卵子才算受孕 OK。但源头哥们缺少了酶，就算进去也是白费。卵子是个胭脂孔，外挂裂枣全闪开。精子畸形千奇百怪，绝头精子肯定跑不快。双头精子你别以为就能生出个双胞胎。尾巴这段都来比赛，没尾巴的统统淘汰。毕竟卵子是个胭脂孔，外挂裂枣全闪开。妈妈咪呀 ，What am I going to do？ Darling， 给个机会，不如我们从头再来。成功的选秀靠的是大量优质的选手。这个道理我最熟悉不过了。可是，如果几次海选下来没有一个选手有资格参赛，那该怎么办呢？在男科诊室里，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患者。都给你治疗过没了？他们？反正该查的都查过，反正都没有。如果我查过，就包括穿刺跟那个剖。睾丸穿刺也做过，对吧？睾丸穿刺跟睾丸那个剖开那个早嘛，显微取精都做过了，对吧？对。对，这上面都没记录，因为。所以现在决定采取共精来。对。因为都没有嘛，都找不到，然后实在不行只能采取共精。
小武，和妻子结婚多年，一直都没有孩子。经过检查才知道，原来他是精子出了问题。各种求医问药之后，生育机会还是渺茫。无奈之下，夫妻俩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选择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共精，也就是用别人的精子来受孕。3、4个月，右边有大的卵泡在长啊，大概过个3、4天差不多，做这个人工受精的时间啊。过3、4天？3、4天差，大概隔了1、2天还会让你再来一次。一旦选择了共精，小武和未来的孩子就没有血缘关系了。这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并不是件容易接受的事儿。就一个男人决定用另外一个男人的精子来让自己的太太受孕。就不是经常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经常男人会因为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而离婚啊、生气啊。但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去采取了这种方式，你觉得在未来会不会产生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双方的，你想想看，他跟我在一起对吧？然后如果他想要一个孩子，我不行的话，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挺对不起他的。然后这样的话，他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虽然不是我的，但是是他的呀。但我跟他一起生活的话，肯定会接受这个东西。我自己去用别人供卵的话，这样自己也放心一点，不会有别的人接触我们家庭，对吧？这样挺好的，最起码是他生的呀。那像他选这个共精的话，有就是比如像在国外，他会有那个共精者小时候的照片呀什么的。这个我们国家因为要做到双盲，所以照片不会提供的。但是只有一些描述性的，比如说就是说圆脸、方脸，这个都可以告诉你的，知道？至少。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小武和妻子挑选的共精都必须来自于卫生部批准的公立精子库，而这里的精子就像献血一样，是由广大志愿者捐献的。Human Sperm Bank of Fudan University， 自经保存优生优育。消毒下手，采集指纹。身份证放在这里，因为疫情期间嘛，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隔离措施，基本上就是志愿者的话都在这里做。然后如果自经保存的话，我们里面会有医生办公室跟他面谈。不一定要有疾病才来。对，就这个权利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要有疾病或者是没有，是所以这个跟卵子是两回事情，是吧？法律是允许可以。法律是可以允许，个人自愿动精的。这个锁真的很有仪式感。开启了一个那叫什么大门？如果说现在进行一次世界大战，那可能人类的希望就在这里了。我可没有夸大它的意义。它就会往里面添加液氮，然后这里面就像一个有分区的这种小隔间一样，然后可以旋转，每个旋转的隔间会装着不同的标本。根据国家规定，一份精子最多可以让5个女性怀孕，但即便如此，全国各地的精子库还是有些供不应求。主要原因，一是需要共精的患者变多了，2是捐精的合格率很低。首先，我们一份精液，它来评估它的生育能力，首先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就是精液分析。那么精液分析呢，第一个就是精子的数量，正常人的精子数量1500万以上，精子的前向运动的比例我们达到32%以上，正常的形态我们大于4%。就算正常，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第5版的标准，而我们供精子的标准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标准。首先，我们精子的数量，供精子的标准要达到6000万，6000万跟1500万就差了4倍，这个4倍是标准提高了很多很多。我们供精者的筛选的合格率也就大概在10%不到。看来，在人类的精子选秀里，能够达到供精标准的小兄弟们，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哦，这事儿就跟捐骨髓或者献血一样的，是光荣的事情，没有错。就做这个事儿总能帮到别人嘛，是光荣的，没有错，应该自豪。我上大街我就高喊3声。因为我其实最简单的想法，当时就跟献血是一样的，对自己本身身体也没什么影响。第二个呢是，也可以督促自己，那你在这个时间周期里就得克制自律自己，各种状态要保持到比较好。然后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就是没有很强烈的生孩子的欲望、养小孩的欲望，压力会比较大嘛。我觉得过来做一次捐精还是挺合适的，对。所以你也蛮期待说自己的精子能够被用起来，对，颠覆再生活。对。那就是有精子的人真的就是 taking for granted。男人的自信也蛮有意思的。但对于选择共精的夫妻来说，事情还能这么理所当然吗？这边2了，有点紧张是不是？电梯下行。那个身份证、结婚证拿出来看。拿了这个单子，进门，然后左转画星号。来，后面名字对一下。啊，对。我前面不是给了你一个口服的药给你，那个药的话，你从那个后天开始吃啊。哎，放松放松，疼吗？疼不疼？哎，不疼你就放松啊。从后天，18号就是后天呀，今天16号嘛。对呀，就是从后天开始吃啊，早晚各1粒啊，早晚各1粒，吃完就行了啊。来，我们核对一下名字啊。那看一下，上面是不是你的名字？对吧？你老公的名字对吗？对的啊，看清楚啊。是。好的，别紧张了啊，我马上就好了，我给你把精液打进去了啊。现在什么心情？我让你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着我一定要想要个孩子？就一开始就想，这2人在一起就想要，只不过一直没有，然后查了很多年，就在我到的地方看了很多年都没有，然后再决定就好几年了。我们在一起到现在的话10年左右了。双方父母现在对这个事情都是支持的吗？反正也不反对。也不反对。对。当时最难说服的是谁？是你爸吗？没有，都挺好。有人反对过吗？没有。是吧？那有人就是提出过质疑过吗？或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吗？不一定是反对。刚开始他们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就是自己去看嘛，就是到时候希望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嘛。然后后来实在就哪个地方结果都一样，然后就没有再坚持。因为这个过程中，这个小许他父母也没有给你什么压力。没有，就是老人都还挺那个，都没有给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自己压力都挺大的。对。那天早上，他一直默默地站在这个手术室外面，因为疫情嘛，大家都戴着口罩，但是我能够看出他那份焦急，那份期盼，那份希望，还蛮感人的。在整个辅助生殖的这些案例里面，这些女生都还蛮愿意来讲自己的故事的。
但是要让一个男人来承认自己，而且对着镜头承认自己他的这个功能有问题，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想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勇敢的站出来，站在镜头前面，希望能够一起去呼吁这个生育这件事情是男女双方、夫妻双方可以来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所以小武这对夫妇是我蛮尊重的。别紧了，别紧。我才播着吧，刚才唱歌就好了。在拍摄小武夫妇后不久，我们在武汉遇到了一对情况几乎完全相反的小夫妻。你的染色体，我们讲性染色体有一块有缺失了，那么缺失之后呢，就导致我们就说特纳综合症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就说你的这个怎么说呢，生殖细胞出现障碍了。那个医生也说了，他就是去那北京，他们都说了，说你是就像一个手机一样，没开机之前就已经4级了。哎，对，这个比方也对。这是北京所有的检查，这个是北京所有的。妻子欣欣因为先天的染色体异常，子宫和卵巢的功能不健全，夫妻俩想要生孩子，只能借用别人的卵子。全国各个省和直辖市都有公立的精子库，却没有一家卵子库。所以像欣欣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爱心赠卵，而在实际操作中，卵源非常稀缺。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是禁止商业行为的，不能买卖卵子，不能这样，所以说我们呢只能说，告诉这个我们在进入周期的这些年轻女生，她有一个这样的，她有这样一个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去鼓励，所以说呢，你看，到目前我们现在也做证了，到目前将近2年的时间了。我们医院大概做证了，才做了3例。对，因为在合肥，他说我们已经预约了那个卵源嘛，他说最快要1年，最低3到5年，我们要在那等嘛。欣欣才26岁，可对她来说，3到5年实在太过漫长，她等不起，她的婚姻更加等不起。现在是我父母，你知道吗？跟他父母闹得很僵，说实话，真的是很僵。他爸现在就是意思就说不行，你就赶紧离婚。所以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很为难，很为难。但是我呢，就是因为我对象确实跟我对象是不舍得放弃我，然后我是想着说给我一个就是我俩想共同努力的机会。那你们的限期，你们的 deadline 是什么呢？我们限期。可能我感觉像他这个身体，可能也就1年最好吧，最多。他等太长时间。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们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还会在一起吗？这个我真不好说，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尽最大努力，走一步算一步。设想一下，如果你没有你的父母，也没有你的父母，就你们俩，可能就你们俩，就多等一段时间嘛，就可能对这个时间上就没有那个硬性要求，主要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是我父母就是卡的，就是想让他尽快怀上孩子嘛，也给我施加压力嘛。如果没有父母的压力，我可能2年也无所谓，因为没有父母嘛，我俩多等一会儿。没事，等到那个。但对于你来讲，还是这一辈子一定要有个孩子。还是要有一个，反正他自己也是。如果他没有，他作为他也是跟我在一起生活也不开心的。那为什么没有想，比如是去领养一个？不能生就离婚。拍摄前，我听过看过很多类似的家庭矛盾，但却很难与眼前这对小夫妻联系在一起。可以玩这个，哎，这个可以。好，加油加油！套小的估计容易点吧？我们的希望都寄予在你了，加油！欣欣对丈夫的爱溢于言表，
可是如果没有孩子，这段婚姻就失去意义了吗？看我抱了2个小兔子跟这个。我想自己去寻找答案。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他说这个让我们先等一下，因为觉得这个村里面的人在走动，然后看着这么多的机器过来拍不太好，所以可能就是这种生育的这种事情，或者是生育有挑战的这种事情，在村子里面确实是一件非常taboo的一件事情。OK。你应该介绍的呗。对。我们小时候不都是3好学生，只凭学习奖嘛？他是5好，什么学习啦、扔铅球啦，各种全都有呢。我来他家第一次就全被这个奖状给吸引了。你这个媳妇儿对你的儿子充满了崇拜。请问一下，就是在农村啊，他们这种去用供卵，你听得懂吧？就是别人的卵子，然后来怀孕。然后这个孩子是不属于他的，就是血缘上面是跟他没关系的，只跟咱们杨浩有关系。就在农村这种事情能接受吗？对，我能接受。能接受。只要他有血缘就行了，那我能接受。那如果是他，对，他血缘就好了。那如果换个立场，如果欣欣是您女儿呢？如果她是你女儿，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不管，那男方离就离，离就离，我不会走来的。就我们女人也只有只有接受事实是吧？那我们不会走。那是事实，那怎么搞？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们也是90后的年轻人，这个是你们2个的生活。未来父母终究是会离开我们的，最终生活在一起的是你们彼此。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也许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也可以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但这个好像在你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是吧？那农村的不行了，人家都讲哎，都说哎，那不行。杨浩自己觉得呢？那不行，杨浩更不行了。那怎么着？我就1个儿子，我也不是2个儿子、3个儿子，我就1个儿子，那不生孩子怎么行呢？我即使行，我肯定就一辈子背负这个压力了。我就是1个儿子。那前面就是我大舅、3舅，舅舅就在前面。现实不允许我这样，那不是1个人、2个人的世界。如果没有父母，没有这亲戚，那我俩不生孩子，一辈子不生那都行。没有人，不是世界，不是就2个人的世界，知道吧？你过年不串亲戚了嘛，是吧？有时人也要互相理解。你不走亲戚，你就我俩就找个地方隐居山林嘛，那可以，那不要孩子可以。没有孩子，这婚肯定得离，对吧？那怎么搞？农村离也存在这样。那别离。那怎么搞？就除了孩子这个事情，欣欣这个媳妇儿你还是满意的，对吧？媳妇我满意，只要他给钱给他做事过我就行了。但咱们换个角度，你说我们做女人也不容易啊。你说要是这事儿是我们自己生不出娃，对吧？做女人不容易啊，我就觉得。那不让呢，现在传宗起来那不行，传宗起来不行。是啊，但是我就说做女人不容易嘛，对吧？就你说这事儿要摊我们自己身上，生不出娃，然后我们的婆婆，你想当年你的婆婆如果给你这个压力，咋办？不容易。那欣欣也挺可怜的，我觉得。这个村里有多少人啊？之前我觉得那些狗血的剧情，什么生不出孩子就要被逐出家门，然后生不出孩子就要离婚，我觉得那个是在电视剧里面才有的剧情。但见到欣欣以后，知道就是这个少精可以治疗，无精可以共精。然而当卵子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就变得无比的稀缺和困难，感觉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女生承担的压力更大，几乎是必然的。
成为妈妈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孩子，女人就没有资格幸福了吗？生育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打针了，同志们！这个不是我生活的必需品。别人都活得理直气壮，我感觉我活得好悲哀啊。希望一次能成功。我先生是个大胖子。买进让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就是。时刻会杀死慢吞吞的傻瓜，乱子偏爱的他，外挂裂枣全想开。每个人的诞生都是一场秀秀，都是一场选秀，唯一的。飘，一开始想拍这个片子，baby you got it， 44大，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下不了蛋的鸡。陪你探索美丽人生之旅。本节目由逸仙电商赞助播出，用大爱呵护小生命。本节目由红色小象品牌特别支持播出。